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春节档上头系列，不过今天不是法国影片了，而是来自北欧国家的，名为《丹麦男孩》。能赶在今天更新，说明什么呢？说明此片的分量非常高啊，无论是剧情还是上头程度，都能配得上这个假期。在影片讲解之前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要说，没错，那就是给大家拜个早年，感谢在座的小伙伴们一直以来的陪伴，非常感谢，祝大家马年行大运，财运广进，身体健康。那么马上跟我走入精彩的剧情部分，好，话不多说，开始。故事发生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男主名为皮特。从这穿着来看呢，是刚刚举办完毕业舞会。西方学校的毕业舞会懂的都懂啊，同学们都邀请皮特一起去家里面喝杯酒，顺便完成成人仪式。其中一位女同学都直接挑明了，结果还是被皮特拒绝了。Vil du ikke med? Nej, jeg bliver nødt til at sove. Jeg skal på arbejde i morgen. Du kunne sove sammen med mig så. Nej, det... Nej. Bare glem det ikke. 为啥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下皮特的家庭了。皮特成长在单亲家庭，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母亲一个人将他拉扯大。这么长时间，母亲都没有再找，一直带着小皮特。可以看出来，这个母亲啊是非常爱自己的儿子的，生怕后爸对儿子不好，所以干脆选择不找了。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母爱还是那份母爱，从来都没有变。但皮特的思想发生了改变，现在的皮特已经步入了青春期，可以看出来。皮特已经完全成年了，可母亲仍旧毫无忌惮地出没他的房间，这就让皮特非常的不自在。他总是吵吵要单独出去租个房子。儿子的这个想法啊，作为过来人，母亲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就是想找个女朋友，然后与他单独在房子里面释放青春的活力。但母亲就是不同意，总是用经济条件来卡皮特，弄得皮特也是非常的反感。 Du har et helt gratis værelse her. Mor...至于母亲的想法嘛，无非也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不想让儿子过于放肆，找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或者是被骗。可皮特呢是青春期的孩子，母亲越是限制，皮特的逆反心理就越强。至于为什么影片刚开始皮特没有跟女同学确立关系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出于母亲的看管，不同于皮特在外面租房子。既然不能与心仪的女孩子单独相处，也索性他就拒绝了。那怎么样才能顺利的弄到钱呢？自然是找工作了。在一天，皮特突然告诉母亲自己找到了工作。母亲听完以后啊，并没有高兴，因为啥呢？原来这个皮特是高中毕业，外国的大学制度啊与国内有些差别，可以半工半读。其实在国内某些不入流的大学也可以半工半读，混个学历嘛。母亲就是这个意思，希望皮特能找个兼职，然后混个学历，以后好找工作。可皮特呀并没有听进去，他的想法就是一门心思的赚钱，然后租房子，最后找对象。母亲听完呢，虽然有点不高兴，但也没有反对。就这样，皮特开启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竟然是小区的保安。这小区也不太大，保安一共就2个人，一个是40多岁的中年大叔，名为约翰，是个酒蒙子，因酗酒的恶习始终都找不到工作，所以才在这个小区当了保安。看到年轻的皮特来，可给约翰高兴坏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皮特年轻，非常好摆弄。也可以说，自从皮特来到以后，约翰就经常迟到早退。也正是这样，造就了一段孽缘。一天，约翰表示我下午出去一趟，实际上是去喝大酒了，让皮特独自一个人看管小区。皮特一看这也没啥事，就答应了。结果就在当天下午，一位女住户找到了保安室，想让他们帮忙修理一下自己的洗衣机，正好撞见了皮特。这丰满的外表再加上成熟女人的韵味，让正处在青春期的皮特那是望眼欲穿。自从那次见面以后，皮特便开始魂不守舍，满脑子都是那天的女住户，甚至还偷偷在晚上观望她的家。直到一天，皮特再也无法压抑内心上的冲动，便找到了约翰，询问他咱小区有没有规定不允许去住户的家里。约翰表示并没有这个规定，怎么的，你要去盗窃呀？皮特表示当然不是了，有人找我去修理洗衣机。约翰表示那可以，只要你会就行。皮特心合计，修理个洗衣机有啥难的，便在网上查了一些攻略，之后就来到了906室，敲开了住户家的房门。再次见到女住户，皮特那是格外的紧张到语无伦次。当然了，皮
皮特在想什么？作为一个成年女性会不知道吗？当然不是了。也可以说那天在保安室看到皮特以后，女住户也产生了想法。这里有个细节啊，当初说了是让皮特去修理洗衣机，结果这次来了却让他修理的是马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修理也只是个借口，目的就是想让皮特去他家。而且在修理的过程中啊，女住户特意在卫生间洗了个澡，让皮特更加难以忍受。但是出于过度紧张，或者是可以说是胆子太小，皮特并没有过分的举动，两人也没有发生什么，就分开了。在这之后，皮特一直在做心理建设，考虑到底要不要再往下发展一步。这时候啊，保安大哥送上了神助攻。之前就说了，这个保安是40来岁的大叔，并且还没结婚，这样的一个人呢，从认知上就有很大的缺陷。听说女住户看上了小皮特，立即开始起哄起来，表示可以啊，小伙子还是得年轻啊，我这老么卡死眼的没人看得上，赶紧享受自己的青春吧。原来这个女住户是新搬来的，名为安娜，大叔已经注意她很久了，没想到被你这个小子得逞了。就这样，皮特再次敲开了906号室的房间。这次啊，皮特没有再拘谨，该发生的那一样也没落下。从那天开始啊，算是打开了皮特的任督二脉，没事就去找安娜，安娜也是乐在其中。不过儿子的异常举动还是被母亲注意到了。母亲发现儿子最近喜欢打扮上了，肯定是接触了异性。不过母亲啊，并没有马上询问，而是间接的询问了儿子几个问题。先是问皮特是不是处对象了，皮特没有否认，随即问道：是学校里的女孩子吗？皮特表示不是女孩子。此话一出啊，母亲的脑瓜子那是嗡了一下，表示咱可别玩法国人那一套啊，这里同性恋是不合法的。皮特马上表示放心吧，不是男人，这才让母亲松了一口气。但母亲做梦也不会想到儿子的初恋会是一个中年妇女。为什么这么说呢？接下来的剧情就非常炸裂了，也迎来了本片的高潮。一天，皮特照常去找安娜，但这次皮特大胆了一些，告诉母亲要和同学们出去包宿，然后一宿都没回来。可正当他与安娜沉寂在美梦中的时候，一个小男孩突然出现，让皮特瞬间惊醒。没错，这个小男孩竟然是安娜的儿子，这可就太尴尬了。皮特知道面前的这个女人比自己年龄大，但他以为大个3、4岁顶大天了。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个女人竟然36岁，皮特当时只有18岁。18 år. Mor 36, det er meget mere. Så meget mere er det altså heller ikke, skat. Man er voksen, når man er 18 år. Det er man også, når man er 36. Og 41 og 32 og 36. 这瞬间让皮特不知所措，没咋地，自己先当爹了。可紧接着戏剧的一幕来了，安娜突然决定与皮特分手，结束这段关系。皮特听完那是相当懵了，也相当伤心，毕竟自己才刚刚恋爱，他可不想这么轻易就失去自己的爱情。可从安娜的角度来看呢，这明显就是老奸巨猾了。这时候提分手，目的很明确，就是一个简单的考验。既然你知道我有孩子了，那想跟我在一起就必须接受这个孩子，要不然就不能在一起。正处在上头阶段的皮特，那别说他了，就换作是另一个男人，也会毫不犹豫的接受这个孩子。至于是不是暂时性的，就说不准了。但让安娜没想到的是，这皮特啊，没按常理出牌，竟然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妈妈。很简单，他还是个孩子，失恋给皮特带来的打击非常大，以至于他躲在房间里面哭。母亲怎么可能看不出来的，便询问皮特对方到底是谁。这时候皮特才说了实话，表示是住在隔壁楼的，名为安娜。母亲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询问哪个安娜，就是那个离婚带孩子那个吗？皮特点了点头。看到儿子这个表情，母亲瞬间情绪失控，这都是哪跟哪啊？他再大一点都能当你母亲了。可直到现在，皮特仍旧执迷不悟，表示这是自己的自由，他想喜欢谁就喜欢谁。面对自己辛辛苦苦养的好大儿，母亲那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内心充满了失望。而另一边的安娜还在继续着自己的计划。一天，她主动找到了皮特，表示自己要出去办点事儿，希望他能照顾一下孩子。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希望皮特能接受自己的孩子。经过这一拉一扯啊，皮特那是相当珍惜这次和好的机会了，立即就答应了安娜，而且对待他的孩子那是百般呵护，真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儿子了。当然了，作为奖励，安娜也再次投怀送抱。也可以说，安娜太懂得怎样去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了，无非
也就是分分合合。但安娜貌似忽略了一件事，没错，那就是皮特的母亲同样也是独自将孩子拉扯大的母亲，也可以说她对儿子的期望值比任何事儿都要高。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可能眼看着儿子掉入深坑呢？也就此两个女人的战斗啊，从这一刻打响了。儿子现在已经陷得太深，硬来的话可能适得其反。也就此，母亲来一招温水煮青蛙，不如直接与这个安娜过招，看她有几分能耐。母亲表示，既然你喜欢她的话，不如我们几个见个面吧，好谈一谈下一步怎么走。如果合适的话，我同意你跟她相处。皮特一听，那真是相当高兴了，以为母亲会同意这段恋情，很快就安排一起吃了晚饭。在晚饭的过程中啊，两个女人的对话那可谓是针尖对麦芒。母亲先是询问安娜是干嘛的，安娜表示自己现在没工作，不过凭她的阅历啊，找一份工作不是什么难事。母亲表示，那可能以后的生活会很困难呢，因为不久后啊，皮特还要去读大学呢。言外之意就是暗示他以后可能要养活2个孩子，这可不容易啊。听到这儿，安娜突然把皮特叫到了厨房，质问他是不是真的要去大学。皮特表示，去大学怎么了？弄个学历以后好找工作呀。可到这儿就很奇怪了，皮特现在的态度与之前可不一样了。之前他安于现状，老老实实当个保安，弄到钱出去租个房子。为什么现在他要去上大学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现在有地方住了，住在安娜的房子里，所以他现在要去上大学，找个好工作，然后养活娘俩。但是他这个想法，安娜很不理解，不应该说是他非常担心。他也知道自己只是在这个小区里面有优势，可把他扔在大学里啊，比他年轻、比他漂亮的姑娘有的是，所以他不可能让皮特念大学。也就此，他表示，如果你去大学的话，咱俩就分手。不仅分手，我还会立马找个别的男人来家里住。此话一出，皮特直接破防了。好在母亲过来才给两人打断。不过看到两个人闹情绪啊，母亲有一些沾沾自喜，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计谋奏效了。让儿子增加社交，无疑是让他与老女人分开的最好的办法。漂亮的女孩子不有都是吗？不过马上安娜的反击就来了，她告诉母亲，其实皮特不用努力，只要他跟我在一起，我愿意养他。皮特不是经常想搬出来住吗？就让他搬过来吧，我跟他一起住。随后询问皮特是否愿意，皮特毫不犹豫的就点了点头。看到儿子站在了对立面，母亲并没有过于激动，可以说母亲的城府是很深的。随后询问安娜今天喝的葡萄酒多少钱买的，安娜表示5块钱。母亲马上说道，怪不得我喝得非常难受呢，一直想吐。Undskyld, jeg har sådan en kvalme. Jeg tror lige, jeg bliver nødt til. 一看这架势，皮特马上过来打了圆场，给母亲支走了。直到现在啊，皮特终于看出来，今天让两个人见面是多么的愚蠢。在这之后，皮特想了很多，真的开始考虑跟这个中年妇女在一起到底是对还是错。可每一次皮特犹豫的时候，安娜总会用手段给他哄好，也可以说他一直在用这不正当的手段维持这段关系。直到有一天，皮特还是胆怯了，认为母亲说的对，自己应该找一个同龄大的女孩子。也就此，他决定与安娜分手。这次是皮特主动提出来的，之前安娜提分手啊，只是试探，为了更大的目的。现在皮特提出来，那可真就是分手了。得知这件事以后，安娜情绪那是完全失控，怒骂皮特就是个妈宝男，连爱情都要听从父母的。然而面对安娜的责骂，皮特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令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在半夜的时候，安娜竟然在小区里面大闹起来，撕心裂肺的呼喊皮特的名字。这换作是谁也挂不住面子啊。母亲表示，你赶紧下去，别让他在这丢人现眼了。皮特呢，经历过这事啊，慌慌张张的就下了楼，然后给安娜哄好了，并且跟他回了家。为了锁住皮特，安娜再次使用了自己的手段。第二天早上，皮特回到家以后，母亲没有去上班，而是失魂落魄的躺在了皮特的床上。很明显，他对自己的儿子失望透顶，因为他招惹了不该招惹的女人，害得这一家人在小区内丢人现眼。不过母亲还是没办法，既然你喜欢，我同意你跟他在一起，只要别再闹出事儿就行了。皮特见此那是非常高兴，殊不知这是母亲最后的杀手锏。母亲故意在自己的身上喷了很多香水，好让他沾到皮特的身上，目的就是想让安娜怀疑皮特在外面有了人。结果正如母亲想的那样，安娜真的怀疑了。然而令皮特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会因为这件事动了手。 Hvad er det, du lugter af? Det ved jeg ikke, hvad lugter af. Jeg vidste det. Hvad vidste du? Du ligger og knipper med en anden. Hvad fanden snakker du om? Du stinker af parfume, når du ligger og knipper med en anden. Hold nu kæft med det der. Jeg skal da ikke knippe med andre end dig. Nå, hvem er det så, der bruger sådan en billig parfume?
Det er sgu da min mor for helvede. Nå, så ligger og knipper med din mor nu. 为什么皮特这次如此冲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被母亲带大的，他是母亲生活的全部，当然了，母亲也是他生活的全部。关键时刻，皮特还是站在了母亲这一边。之后，他没有再对安娜留恋，而是把公寓的钥匙留了下来，彻底离开了这个女人。到这儿，影片结束了。可以说，这部影片具有非常深的层次。两个看似同样的家庭，都是母亲独自一个人将孩子拉扯大，却以这样非正常的关系结合在了一起，结局必定是悲剧的。如果说安娜的儿子以后找了一个比自己大1倍的女人，他会同意儿子这段恋情吗？答案依然会是否定的。除了这一点，此片还诠释了关于妈宝男的定义。我相信很多广大男同胞们都畏惧这3个字，原因很简单，因为面子问题。但你要知道，妈宝男这3个字只会出现在异性以及配偶的口中。如果说你买个手指都要问母亲的话，那你可真的改一改性格了，要不然真的找不到对象。但有时候妈宝男也可以成为 PUA 男人的一种手段，例如在这部影片当中，安娜就是用妈宝男这个3个字来挑拨皮特与母亲的关系。这么看来的话，男人的成长甄别是非是必不可少的。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了，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片，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厚爱，我们下期见。